新航和马航曾经是彼此最不想输的对手，现在两家航司却在把联程票务、会员体系和航线衔接一步步绑在一起。这个变化其实是因为东南亚航空市场的玩法已经变了。过去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想把自己做成区域枢纽，竞争几乎处于默认状态。可今天真正把利润压缩掉的是大规模、低成本、覆盖密集的廉价航空网络。对全服务航司来说，继续在短途市场硬碰硬，代价会越来越高。所以这一次不只是两家公司的商业合作，而是一个更大的信号。新马之间长期存在的零和思维正在被更现实的协同逻辑取代。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这场被称作世纪和解的合作，到底只是航空业自救，还是新马合作进入新阶段的前奏？先来说说这条航线到底有什么含金量。新加坡到吉隆坡一直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线之一，航班密度高，商务客稳定，探亲和旅游需求也很强。这条线对新航和马航来说，不只是门面，更是高频现金流来源。问题是，需求在增长，不等于传统航司就一定能赚得更轻松。真正改变市场结构的是东南亚联航过去10多年的扩张。根据 OAG 等行业机构近年的统计，东南亚是全球联航渗透率最高的区域之一，部分市场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。也就是说，乘客对价格越来越敏感，很多短途出行已经不再把全服务体验放在第一位，谁的票更便宜，谁的时间更合适，很多人就选谁。但是他们要维持枢纽网络，要养机队，要维持服务标准，还要承担更高的人力和运营成本。联航则可以把产品做得更简单，把成本压得更低，把短途点对点市场吃得更彻底。如果传统航司继续在新马短途线上互相压价，结果通常不是赢者通吃，而是两边利润一起变薄。与其在最拥挤的航线上继续内耗，不如把彼此的网络接起来，把短途流量导向更赚钱的中长途航线，把竞争从单一航段转成整个生态的竞争。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全球航空业越来越重视合资、代码共享、常旅客互通和系统协同。因为今天比的不只是你一班飞机飞得好不好，而是你的整个网络能不能让旅客更方便，让座位卖得更满，让枢纽更有吸附力。新航和马航走到合作这一步，本质上是被市场结构推着往前走。接下来更值得看的是，他们到底合作到了什么深度。如果把这次合作只理解成代码共享，那就看浅了。真正关键的是它的推进顺序。第一步是2019年双方签署更广泛的合作框架，这个阶段的重点主要还是市场层面的互相导流。代码共享在航空业并不稀奇，它的作用是让一家航司把另一家的航班卖进自己的系统里，扩大表面上的网络覆盖。对乘客来说，选择变多了；对航司来说，先测试彼此能不能合作。但这一层还不算深，因为品牌还是各卖各的，客户资产也没有真正打通。第二步，分量就完全不同了。2024年，新航的 KrisFlyer 和马航的 Enrich 开始推进更深的常旅客合作。高频商务客为什么愿意长期留在一个体系里？不只是因为一张机票，而是因为它累积的里程、汇集等级、休息室、权益、升舱机会、合作银行积分，全部都在这个生态里。你一旦把会员体系打通，等于是在共享最核心的客户粘性。过去两家航司都想把高价值旅客留在自己体系里，现在逻辑变成了只要客户留在新航和马航共同构成的网络里，就不算流失。这个变化非常大，它意味着双方开始从争夺同一批人转向一起防守外部竞争。第三步就是最有含金量的联程票务。按照双方公布的方向，联程产品
会让旅客在一次预订里完成多段行程安排，背后涉及的不只是前台卖票页面，而是库存、票价规则、行李直挂、物机保护、转机衔接、收益分配等一整套系统协同。说的直接一点，代码共享只是把对方的航班挂出来卖，联程票务则是把两张原本分开的网络真正缝成一张更大的网。比如一名乘客从马来西亚2线城市出发，经吉隆坡接上新航的远程航班去欧洲，或者从新加坡出发，经马航网络进入马来西亚和周边更多目的地。这样一来，双方都能把自己原本接不到的客流拉进来。新航得到的是更广的区域腹地，马航得到的是更强的全球转运能力，这就是网络互补的价值。国际上有一个很典型的参考案例，就是澳洲航空和阿联酋航空，两家并没有走资本并购的路线，但通过深度代码共享、常旅客合作和航线分工，重塑了澳洲到欧洲的连接方式。澳航借助迪拜的中转网络补足了自己的国际覆盖，阿联酋则稳定拿到了澳洲市场的高价值客源。品牌还是独立的，但后台协同已经足够深，足以改变竞争格局。新航和马航现在走的也更接近这种模式，原因很简单，彻底合并在政治上太敏感，在监管上也复杂，在品牌层面更会引发一连串问题。可如果保持各自旗帜不变，同时在系统、会员和网络上做深度绑定，就能在不触碰高风险红线的情况下，把协同效益尽量做出来。所以这不是谁吞并谁，也不是一时的联合促销，它更像是一种生态共生。对外，一起守住全服务航司的价值链；对内，把原本重复消耗的部分尽量压缩。接下来就要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了，为什么这种商业协同会在今天的新马关系里变得格外重要？答案在航空业之外。新航和马航的合作表面上是企业行为，底层却和新马两国的经济结构变化直接相关。新加坡的优势很清楚，资本密集，制度稳定，全球连接能力强，金融、航运、航空和高端服务业都很成熟，但它也有很清楚的约束，土地有限，人力成本高，扩张空间天然受限。马来西亚则不一样，它有更大的腹地，更低的部分运营成本，更丰富的旅游和制造业节点，也有更大的国内市场纵深。过去很长时间里，这两种结构更多体现为竞争关系，谁吸引总部，谁拿转运流量，谁做区域枢纽，很多议题上都存在拉扯。但现在外部环境变了，全球供应链重组，区域产业转移加快，印尼、越南、泰国都在争投资、争物流、争枢纽功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新马还停留在彼此消耗的模式，那么收益的则是周边替代者。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柔佛、新加坡经济特区的推进，再加上 RTS， 也就是新柔捷运，未来跨境通勤和人员流动的摩擦会继续下降。一个区域一旦在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和数据流上同时变得更顺畅，产业协同就会从概念变成现实。两家航司其实分别代表了两种国家级能力，新航背后是新加坡成熟的全球枢纽体系，马航背后是马来西亚更广阔的区域连接和腹地资源。当这两种能力开始对接，产生的效果不只是多卖几张机票，而是让新马之间的跨境经济活动有了更强的运输基础设施支撑。航空网络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运人，它还决定了商务往来效率、投资者的可达性、总部与工厂之间的连接成本，以及一个区域在全球网络里的位置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高等级经济活动的毛细血管，血管越通，协同越容易发生。新加坡继续做资本和全球网络的高端接口，马来西亚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厚的产业腹地，双方共同把马六甲海峡周边的经济带做得更完整。
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没有分歧，也不意味着竞争会消失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竞争开始被装进一个更大的合作框架里，谁都想保留自己的核心利益，但双方都越来越清楚，先把区域蛋糕做大，比在原地互相切分更符合现实。说到这里，对行业来说，这是传统全服务航司面对联航压力的一次结构性调整；对新马关系来说，这是从长期竞争走向更深协同的一次现实落地。对普通旅客来说，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出行会更顺，订票更简单，转机更完整，里程使用更灵活。原本分散的新马航线网络，未来会更像一个连起来的系统。当然，合作不等于机票一定立刻变便宜，价格最后还是要看竞争、成本和需求，但效率提升，选择变多，衔接更顺，这些红利是有机会先出现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场合作释放了一个信号，新马之间最值得关注的，可能已经不是谁压过谁，而是谁更能把彼此的优势接起来。如果你经常往返新马，或者你也在关注新加坡周边的地缘经济变化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。你觉得这次合作最先改变的会是票价、转机体验，还是整个区域枢纽格局？好了，今天就先说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